效率对象。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实在是太快了，电光火石之间。中国两大格斗名将邱建良携手张伟丽共赴日本，在日本拳坛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打得日本选手体无完肤，哭爹喊娘。在发布会现场，两边互看不爽，互看不顺眼，当场就大打出手。能够让日本的粉丝了解我们中国目前最高的搏击水平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在发布会上，但除了这个呼吸和吃饭的力气以外，我都会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擂台里。所以明天我们擂台上见。日本选手听完之后也不甘示弱的表态：邱建良，我劝你不要太过于自信，你最好是先给老婆孩子留好遗言，因为明天我不会让你活着走出擂台。下一场比赛，你的对手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张伟丽，她是亚洲最强的女拳王，你对她有什么看法？我根本不认识张伟丽，她更不配做亚洲女拳王。我敢保证，如果她敢来日本，我将会在1回合之内把她打到亲妈都不认识她。张伟丽面对日本选手的傲慢态度，在媒体面前做出了回应。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不喜欢说垃圾话，我只喜欢在那个八角笼里跟他用拳头说。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呢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因为这是一场抗日大战。我们中国的搏击名将坦克邱建良携手南方选手身穿红色短袖的张伟丽来到了日本东京啊，我们前来踢馆。这一场比赛，张伟丽是主动申请第一个上，第一个打，希望给中国团队带来一个开门红。好，连续侧踹效果不错，这是属于散打里的流派。张伟丽本身是练习中国武术和散打出身的啊，推法相当不错。今天的比赛规则有点特殊，这是纯站立规则，没有摔跤，没有柔术。好漂亮，前后手打放了，旋风踢，有点可惜没有踢中。虽然说纯站立规则，但张伟丽呢就像战斗机一样啊。打日本人啊，这浑身是充满斗志，有100分的劲儿，我们能发挥出2%来。没办法，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天分，中国人的天赋。好漂亮，一把推翻，这是推翻的啊。其实张伟丽现在整个状态呢是比较被动的，她被佐佐木仁子在不断的压迫，但张伟丽的反击相当有效，而且不断的用自己腿法和拳法来打退对方。好，这边第2回合比赛继续。さらに中村さん、その MMA の経験も4戦2勝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芯も強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結構中国の。不过日本的女拳王，我们看她的打法相当强硬，不断的向前逼近、向前压迫，这种方式的话是让张伟丽相当窒息了。但好在张伟丽脚下的步伐也相当的灵活。而且这个日本娘们啊，不是这个日本女人，她的防守也相当的强啊，相当的硬。张伟丽的确是力度上有点不太够啊，有点打不穿。因为比赛规则原本定制好的是综合格斗规则，但日本官方呢是连夜修改了规则，让张伟丽必须带上大拳套啊，必须打这个站立。所以说张伟丽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啊，吃了没有准备的亏。张伟丽还在奋力的反击。第2回合最后的时间了，被逼在角落，有些危险。好，我们注意看日本选手的鼻子明显已经挂彩了。好，来到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到底谁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啊？就看这一回合了。1回合不用说，肯定是张伟丽拿下了。第2回合的话，我觉得判委谁都行，各有千秋吧。不过第3回合我们看张伟丽能否顶住。
までも横切りが届くならばと拳で佐々木これで今選手、やはり佐々木が何発か蹴りを食らってもというその第3回合，韦利依旧是采取了边走边打、控制距离的战术。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韦利的体能下滑相当明显。何か気持ちの面でも捉えてきたように見えてきます。ここのコーナー、ロープを背負うことが多くなっています。ジャン・ウェイリー、キック。这场比赛，韦利的头部防守明显是有些薄弱啊，吃了很多重击。不过好在韦利的抗击打能力啊，绝对是够硬。そこに向けて常に戦いで背中を見せてきた佐々木。哇，又是一拳。但张伟丽的话依旧是没倒，在比赛最后的时间，他站住了。好，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比我们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而且张伟丽打得非常的硬，客场作战，而且在被临时更改规则的情况下能打得这么好，我觉得已经实属不易了。而且在整体分数上，我觉得张伟丽的有效命中数啊应该是领先的。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好，现场3位裁判一致判定，把胜利都判给了日本选手。观众朋友们，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呀！因为在第1回合张伟丽是明显拿下，第2回合我们打得也不错，无非是第3回合吃到了一点重击，这怎么就在日本人眼里我们就是大输特输了呢？好，但是观众朋友们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名高手坦克邱建良。我相信邱建良应该是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因为比赛规则也正是他所擅长的规则。好，比赛开始，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邱建良，蓝方选手日本的小宫游纪博。好漂亮，哈哈，果然没有令我们失望。神龙摆尾，质来看要比对方有优势，是转身后蹬，连续2个，当年踹肯姆的那个腿就是这样的，转身的后蹬。而且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啊，邱建良在我们的荣耀，我们看日本选手很放松啊，但是他是不是有点过度放松了？防守如此松散，难道说你不怕被 KO 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精彩的印象。他是一个比较有全伤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在赛场上会很快的判断自己的位置，并且改变策略。对，在台下呢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呢，还在跟我们聊起来这个，就在当场那一瞬间的反应，他觉得这么做最科学。当时他说自己的这个后摆拳，对方总会用后闪去躲，于是换了一个后摆踢啊，直接把对方踢倒。这场比赛也是众所期待啊，很多人观众都很期待这场比赛。好漂亮！看邱建良的比赛啊，真的是赏心悦目。无论是步伐的调动还是距离的把控呢，都是非常精准，非常的丝滑。第1回合最后的1分半啊，神龙摆尾用的很多，但是呢，目前来看命中数不是很高啊。小宫游纪博的这个年龄是比较大，这是邱建良的绝活，相信邱建良的粉丝们啊应该都清楚。30胜，其实胜率也是非常高的。两位选手呢年龄上10岁差，邱建良呢在身高上呢比对手高出1厘米。在这场比赛6v6之前呢，邱建良是必挑战考菲勒泰克斯的。对，结果对方不应战，又要挑战小魔沙斗河部弘也。不知道双方为什么没有打成，所以现在换成了小宫游纪博。其实周日的这个自由搏击，日本选手他的整体技术和邱建良比起来，我们看得很明显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无论是招式上，还是说在速度上，我们都要领先对方。不过邱建良表现的还是相当谨慎，毕竟上一场比赛张伟丽已经输了，我们还是要稳一点。哇，好险！这脚非常冷啊！哦，漂亮！神龙摆尾，我们看小宫游纪博倒了，有些晃啊！但是比赛第1回合马上结束了。哎呦，如果说能让邱建良完成后续的补刀啊，这个比赛恐怕已经结束了。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红方邱建良，蓝方小日本子小宫游纪博。哎，干什么？
这还没过年呢，这怎么还跪地上磕上了？这打比赛呢啊，这想掏红包也不方便呢。哇，真快！神龙摆尾很快啊，对方的话也是有所提防，估计也知道邱建良的拿手好戏。哦，这一下是跨到了对方的脖颈。当然，这个日本选手打得相当有勇气了，不断的在前冲啊，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再不往前冲的话，他会输得更惨。你看他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好像是从路边哎呦，好像是从路边啊，临时拉了一个路人来和邱建良打，这是属于被打懵了。什么技巧、什么战术他都忘了，他现在脑子里啊只有恐惧二字。漂亮，跪下就对了。你们日本人不是喜欢跪吗？哦，前摆，我的天哪！神龙摆尾再接前摆，邱建良的招式太丝滑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必要打了，干脆认输算了。你再这么坚持下去，无非就是被邱建良多打一会儿，有什么意义呢？日本选手现在就是丢盔弃甲。我们看邱建良的这个身体姿势啊，随时都是侧着的啊，随时准备这个转身后摆。神龙摆尾说出就哎呦，随时准备。这可以说是我见邱建良所有比赛当中神龙摆尾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次，没有之一了，观众朋友们。神龙摆尾，你搂，那我就给你来个绝活啊！近距离咱一样能打。注意时间，最后1分钟了。对方现在是栽栽愣愣啊。让你吹牛，让你狂。打日本选手就该下手这么狠，我觉得都打轻了。
好，比赛终于结束啊！可以说，刚刚的每分每一秒对于日本选手来讲，那真都是折磨呀。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但是3回合我们真的是完成了3回合的吊打，而且我感觉邱建良是有意而为之，多打一会儿啊，多让日本人看一看我们中国搏击现在的水平有多高。好，3位裁判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邱建良，这才是真正的判定获胜啊！再次恭喜。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